开头想问一下大家，是不是在每所学校里面都会流传着一个鬼故事？各位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交流一下，你那个学校最诡异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发现许多的恐怖故事都喜欢发生在校园里面，比如像厕所惊魂、夜半歌声、某栋楼的某个教室很邪门之类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习太枯燥了，反正一有什么校园怪谈就会流传好久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最诡异的校园故事，那就是闹鬼的楼梯。据说任何试图接近楼梯的人身体都会感到严重的不适，然而这还不是普通的超自然现象，在楼梯间下面似乎还暗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。那废话不多说，看前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投币。对了，结束后还是老规矩，数据删除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诡异的楼梯间。这是一栋被废弃了很久的教学楼，很少有人会经过，而这段诡异的楼梯就暗藏在里面。之所以教学楼会被废弃，是因为在20-30年前，有一位女学生纵身一跃，跳楼自杀了。一时间各种灵异事件、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。此后，该栋教学楼就被全面封禁了，学生们将其称为 N 号楼，每次走路经过都要快走几步，绝对不会过多逗留。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随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，大家只知道 N 楼出事被遗弃了，几乎没有人记得来龙去脉。要不是有接二连三的目击报告，恐怕这件事情永远不会被提及。最先发现异常的是一名修理工，他正准备给每栋教学楼进行防水检查。来到 N 楼后，发现有一段楼梯特别的暗，里面没有灯，楼梯的门口是由带有电子解锁装置的钢筋制成的，它被伪装成为一个符合建筑设计的清洁衣橱。打开门的唯一方式是逆时针旋转钥匙，同时施加电压，否则门把手上的锁定机构是不会松开的。好在修理工身上带足了工具，一番摸索后进入到了楼梯间，里面实在是太暗了，肉眼可见的范围只有1级台阶，修理工只能摸索着前进。他默默地数了数，发现一共有13级台阶，台阶的倾斜大致有38度，楼层之间是一个直径为3米的半圆形平台，每经过一个平台后，下降方向就会旋转180度。还好修理工随身携带了手电筒，但奇怪的是，明明电量是满的，手电筒射出来的光线还是很暗，根本照亮不了整个楼梯间，里面的黑暗似乎是在吞噬手电里面的光。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孩子的哭声，在确认不是幻听之后，修理工立刻联想到了 N 楼的传说。看来学生们谈论的校园怪谈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修理工不敢多想，立刻撒腿就跑。事后他把此事上报给了领导，反而被臭骂了一顿。一个男人竟然会相信闹鬼，肯定是一些学生在恶作剧，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回到家后的修理工就像是中了邪，一直魂不守舍。他仔细回想起当时的场景，那段楼梯非同寻常，虽说里面没有窗户和灯，但自己明明带了手电，可偏偏到了那里光线变得很暗，出了那栋楼就又能正常使用了。还有就是孩子的哭声，这所学校都是高中生，哪来会有那么稚嫩的声音呢？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后来修理工跟同事讲述了自己的遭遇，大家都无动于衷。有人说也许是他带的手电筒瓦数不够，不然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吗？另外一边，学校的领导更是不当回事， N 楼废弃了这么久也是浪费，还不如把整栋楼修整出来继续投入使用。于是修理工组长决定亲自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起初他只带了一个更高瓦数的探照灯，后来又带了录像机，防止出现异常情况，可以当场拍下来。刚走进大厅，组长还觉得沾沾自喜，这探照灯是带对了，能照到这么远的地方。很快他找到了那段闹鬼的楼梯，果然手里的探照灯在这里不顶用了，只能照到自己跟前的1-2级台阶。此时传来一阵哭声，组长一手拿着摄像机一边大喊这下面有个孩子。当他试图把哭声录进去的时候，发现并没有成功。根据组长的描述，这声音听上去像是从200米开外的地方传来，一直重复着在说帮帮我。稚嫩的哭泣声让组长觉得于心不忍，于是他慢慢往下走，走过了好几段楼梯，大约下了50层台阶，早就超过了200米的距离了，但哭声听上去还是那么的远。突然组长感觉自己脊背发凉，他安慰自己镇定下来，继续往下走。然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一张人脸赫然出现在了楼梯的最下面，他没有嘴巴、鼻孔和瞳孔，眼睛的部分直勾勾地盯着组长。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组长这个时候也慌了，就这样对峙着。突然这张人脸移动了大约半米，组长直接破防了，往回跑，根本就不敢回头。好在这个东西没有跟过来，组长顺利地逃了出去。
事后他也出现了过度疲劳的症状，医生认为这应该是受到了惊吓后心理压力导致的。根据组长的回忆，在里面听到的哭声似乎有一种魔力，会引诱他一直往下走。虽然他和人脸打了照面，但因为时间太短，没有摸清对方的企图。那么这张人脸引诱人们一步一步往下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很快他们的遭遇在校园里面传开了，学生们人心惶惶，封城20多年的自杀事件也被议论开来。是死者的鬼魂在那里阴魂不散吗？后来学校里面最强壮的体育老师也被派下去一探究竟。同样的，当看到人脸后对峙了10几秒，体育老师还想继续走下去，突然人脸向他眨了眨眼睛，移动到他跟前1米的距离，他根本不敢仔细观察那张脸，不停的尖叫，随后就跑了回去。由于受惊严重，这名老师晕倒在了平台上面，摄像机记录下了粗重的喘息声，里面一片漆黑。大约持续了15分钟之后，录到了类似于人类心脏跳动的声音，但这声音夹杂着轻微的破碎声，不像是人类发出的。几秒钟之后，这位体育老师苏醒了，他没有停留，憋了一口气跑了出去。到了外面，他呆坐在门口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，最终他陷入了精神紧张，很难恢复过来。那么多人的尝试，只让他们确定了一件事情：这楼梯间发生了超自然现象。照理来说，教学楼里面的设计都是一样的，但显然踏入了这段楼梯，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无底洞。孩子的声音永远在遥远的地方，每走近一步，哭声就走远一步。另一边，学校表示要做最后一次尝试，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那这栋 N 楼就只能继续作废了。而一位探险者听说了这起神秘事件，很感兴趣，决定亲自去看一看。出发前，他还做了最充足的准备：摄像机、探照灯、可供24小时生存的食物和水、电热毯、耳机等等。结果，探险者在里面走了竟然有1个多小时，孩子的声音一直在不远处，明明是走2步就到了，但迟迟不见踪影。越到深处，奇怪的事情就越来越多，比如探险者踩到了一滩不明液体，闻起来像是生锈的金属味和尿液的混合体。他早就做好了遇到神秘人脸的准备，但奇怪的是，这次走了这么久，竟然没有遇到。随后他又走了大约1个半小时，有些体力不支，想到回去还要走这么多路，于是他再三思量，决定往回走了。然而当他转过身，人脸就出现在他的背后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这次人脸没有盯着探险者，而是直勾勾地看着摄像机里面的镜头，就看了一眼，设备就出现了故障，耳朵里面传来了疯狂的尖叫声。再次恢复原样的时候，摄像机里面出现的已经是探险者逃跑的画面了。探险者一边跑一边歇斯底里的尖叫着，人脸死死的跟着他，孩子的哭泣声也明显的提高了分贝。最后一个镜头是探险者摔倒的画面，他躺在了平台上失去了意识。人脸盯着镜头后，设备再次出现故障，之后就无法联系到他了。这些探险失败的经历让所有人都脊背发凉。大约2周之后，学生们纷纷报告半夜会听到诡异的敲门声，胆子小的学生更是无法入睡。于是学校下令把 N 楼的各个入口封死，还填上了6厘米厚的工业泡沫，这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然而人心的恐惧没有这么容易就消除，尤其是女生，感情波动特别剧烈，对精神刺激的感受也更加的敏锐。很多人都声称听到了 N 楼传来的声音，从而开始出现头痛、惊恐、失眠的症状。有专家指出，集体歇斯底里是因为学生遭受了很大的刺激，超过了精神承受的范围才会这样。当一个人偶然听到了 N 楼的异响，便会出现神经紧张的症状，而此时周围的人也认为自己听到了类似的声音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起了连锁反应。在众多精神压力的困扰下，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症状，而闹鬼楼梯的传说正是罪魁祸首。想要消除这些概念，无非是用魔法打破魔法。所以随着 N 楼的再次封闭，这些歇斯底里的症状也慢慢的消失了。里面真的有什么秘密，没有人想知道，也没有人敢再次进入。其实校园怪谈的真实性都很低，因为一个故事经过了这么多人的转述，早就衍生出来了各个不同的版本。也许这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吓唬人，也许是学生精神压力大的一种寄托。毕竟学校生活那么枯燥，鬼故事是再好不过的调剂品了。但是凡事都不能过了头，真的把人的心态搞崩了，就大事不好了。那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校园闹鬼事件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经历。那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